周日，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将中国与立陶宛之间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将与一国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是新中国史上罕见之举，这将产生何种影响？中方此次展现强硬姿态，又释放出哪些信号？来看看报道。中方声明强调，本月18日，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所作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声明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中国同立陶宛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从维护中立关系的善意出发，一再警示立方不要再做背信弃义的事情。遗憾的是，立陶宛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罔顾双边关系大局，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执意允许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在国际上制造恶劣先例。鉴于中立赖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立方破坏，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不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方近期多次警告立陶宛悬崖勒马，可谓是仁至义尽。周五，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立陶宛政府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极为恶劣。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立方负责。至于中方将采取何种必要措施，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立方咎由自取，必将自食其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可分为大使级、公使级和代办级三种。其中，大使级为最高级别外交关系，大使的全称为特命全权大使，是一国最高级外交使节，有权请求驻在国元首接见，与驻地国高级官员谈判。公使则是外交使节中的第二等级，全称为特命全权公使，但其实质地位、职务以及所享受外交特权和豁免与大使相同。目前基本没有公使级别的外交关系，公使仅仅是作为一个外交等级标志保留，用以表明某些外交官的身份和地位。而代办级外交关系则属于外交关系中最低等级，即使馆馆长因故缺位时，由代办担任驻该国的最高代表。担任代办的通常为外交地位次于大使、公使的政务参赞。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的直接后果是外交代表不再是全权，权限和活动范围都会受限。驻在国要求大使参加的活动或者大使签署的文件，代办级的外交代表就不能参与。降为代办级是一种中间状态，再往下走就是断交。但如果对方展现诚意，做出改善关系的动作，事情也有往回走的可能。中国外交史上降级外交关系的举措非常罕见。上个世纪80年代，因荷兰政府批准荷兰公司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当即召回驻荷兰大使。1981年5月，中荷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直到1984年2月1日，两国才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代办级别，这是明显性质不同的一个级别。那大使他所发挥的作用和代办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外交关系的降级对于两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来说，首先意味着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一方宣布外交关系降级，实际上是向对方发出的非常清晰的信息。今年以来，立陶宛对华恶意动作不断。7月20日，台湾民进党当局宣布在立陶宛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作为必要的回应，8月10日，中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事实上，立陶宛驻华大使戴安娜·米克维西恩当时刚刚抵达中国不久，仍在防疫隔离期间，因此在完成21天隔离之后返回立陶宛。但遗憾的是，此后立方并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在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直至本月18日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分析称，从最初召回大使到断然降级，体现了中方有理、有据、有节的态度。召回大使是给了对方一个冷静期、反思期和纠错期，但立陶宛依靠背后美西方国家的支持，试图以小博大，这种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一意孤行，在台湾问题上反复公开挑衅中国的行为是十分罕见的。因此，中方也只能采取更严厉、强硬的外交措施，展开对等的回应，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未来，如果立陶宛方面仍存侥幸心理、一意孤行，不排除存在断交的可能性。是告诉立陶宛方面，首先呢，我们是给了立方改正错误的机会。那立陶宛方面知错不改，甚至一错再错。那下一阶段，在这个降级之后再走下去的话，就要涉及到断交。一旦出现了两个国家之间断交的局面，意味着双方之间的风险已经开始走向失控。所以对于立陶宛来说，不要以为现在中国手中的工具箱中的工具已经完全用完了。所以立陶宛方面现在要做的只有一条，就是改正错误，在涉及到已经损害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上，必须要迷途知返。至于此次中立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级将带来的后续影响，舆论认为，对于立陶宛来说，首先受到冲击会是经贸领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立陶宛科技企业驻深圳工作人员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疫情之下，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生意本来就不好做。数月以来的风波已经为该企业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增添了不少麻烦。此次降级事件或将让情况雪上加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毅伟表示，中立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后，意味着双方的信息磋商和政治交流基本停摆，随之而来投资和贸易基本泡汤。其次，双方在政治、外交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立之间当前的交流机制、合作项目会受到波及。立陶宛方面现在有非常强的所谓的安全忧虑，希望把自己更紧地绑在西方阵营，尤其是北约这样的一个战车上。所以现在对于立陶宛来说，在进行外交政策平衡的时候，就出现了政策的进退失据。立陶宛外交部周日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遗憾，但却混淆视听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也保留扩大与台湾合作的权利。另据路透社报道，就在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办事处的第二天，立陶宛经济部长奥林阿穆奈特就放出风声，称立方将于下周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一项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路透社称，惹怒中方的立陶宛有望获得美国的贸易支持。此外，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称，立陶宛对欧盟在本国因遇到来自中国压力面临的经济问题上提供的融资和供应链支持表示感激。外界注意到，数月以来，立陶宛当局甘当美国打台湾牌的白手套。8月，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倒打一耙地宣称双方同意采取双边协调行动，以应对来自中方的所谓胁迫行为。9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又与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通话，号称为立陶宛撑腰。这位现年47岁的立陶宛女性领导人于去年11月起担任总理，并一直高调展示对美亦步亦趋的政治立场。并不是说立方呢没有认识到已经出现的严重的局面，而是不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试图要蒙混过关。同时呢，也在进行所谓的计算，在计算呢是可以从欧洲方向、欧盟方向、美国方面给立陶宛方面的好处或者是支持，是不是足以弥补中立关系急剧下降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立陶宛方面再次做错这一道计算题的话，那带给中立关系、带给立陶宛方面的将是更加严重的打击。所以现在呢，对于立陶宛方面来说，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放弃此前的一些幻想是非常必要的。外交部发布声明，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后，引发岛内强烈反响。据台媒报道，台当局前副领导人陈建仁结束了窜访立陶宛的行程。另外，美台继续勾连，第2轮所谓美台经济对话将于周一举行。针对当前的台海局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再次发出警告称，美台勿闯红灯。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周4挂牌开张，蔡英文立即通过社交媒体表示高兴。他之前将该代表处称为台湾的一个所谓重要突破。
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此前的报道，蔡英文首个任期的副手陈建仁也在此期间窜访波兰和立陶宛，并于周日结束相关行程返回台湾。针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之举，外交部在周日发表的声明中再次强调，正告台湾方面，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无论台独势力如何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都改变不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企图挟洋自重、搞政治操弄，最终必将是死路一条。正告台湾当局，妄图挟洋谋独，是打错了算盘，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环球时报周五发表的社评称，蔡英文上台后，台湾的所谓邦交国从22个锐减成当前的15个。近期，洪都拉斯与台湾的邦交因反对党可能上台而拉响警报。欧洲上世纪90年代出过马其顿与台湾建交事件，但后来马政党更迭，台湾又被甩掉了。如果立陶宛只是现政权与台当局勾结，根本没有可持续性，说不定什么时候台湾名义的办事处就会被新的政府赶走。文章指出，现在美国和欧洲有进一步对华打台湾牌的趋势，原因是其他牌他们越来越难打，但台湾问题的摊牌权和胜算都已经落到大陆一方，这是台海局势一个根本的新定义。事实上，过去这段时间以来，美台勾连不断，将台海话题炒作到了新高度，似乎要将台湾推向战争的边缘。从美国与台当局一唱一和和炒作美军驻守台湾，到美国国务卿叫嚣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再到美国共和党议员乘军机窜访台湾，美国的多个举动都对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在美方挺台信号的错误引导下，为反制解放军在台湾岛附近海空域持续战备巡航。台湾联合报周日独家披露称，台防务部门下令海空军于台湾岛东南空域保持常态性飞行训练，以及海空战备接战操演，同时以战备侦巡舰做直管要书，在台湾岛南北海域实施海空联合截击作战操演，以全战力因应当前区域情势与威胁。报道还称，此举等于堵住解放军前出第一岛链，而两岸海空兵力未来在此势将有密集碰面。对于当前的台海局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再次发出警告，美台勿闯红灯。How much should we worry abou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here? I think we should be concerned.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war overnight, but this is a situation where you can have a mishap or a miscalculation and be in a very delicate situation. 当地时间周三，李显龙在出席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中称，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大幅增加与台湾方面的所谓互动，民进党当局则铤而走险，这些都提升了台海情势的紧张，可能导致中美之间出现误判。If you look at what is happening, it is not a static situation. The U.S.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visibility, the level, and the intensity of engagements, diplomatic engagements, even military engagements with Taiwan. And on the part of Taiwan, this DPP administration has disavowed the 92 consensus and taking other steps, for example, printing on their passports in English, Taiwan passport. So all these moves raise suspicions and tensions and anxieties and make it more likely that a mishap or miscalculation can happen. 此前，李显龙在视频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也表示，他不认为中国大陆会单方面对台湾采取行动，但大的误判和意外风险是存在的。李显龙强调，对于大陆民众而言，台湾问题是一切核心利益的母题，台独是绝对醒目的红灯。李显龙指出，维持九二共识是两岸维持关系与展开合作的可行方法，但台湾方面已表态不接受九二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大陆方面将最大限度地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但不会在不受冒犯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另外，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也在访美期间出席同一论坛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一条深红线，美国应该远远避开，靠得太近就会有误判形势的可能。黄永红还表示，东盟国家都不希望在中美间选边站。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中国决定把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引起广泛关注，您是如何看？梅西你好，中国决定把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级是忍无可忍，表明了中方呢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立陶宛呢，虽然是波罗的海小国，但允许在当地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就是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背弃立陶宛在中立建交时所做的郑重承诺，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在立陶宛和台当局呢商议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的时候，中方呢就给予强烈的警告，召回中国大使，并且要求立方呢也召回驻华大使。召回大使呢，在中国外交工作中呢是严重程度很高的一种行为。那么上一次中国召回大使发生在1995年，当时呢，因为美国政府允许两国论的鼓吹者李登辉访美赴康奈尔大学演讲，中方呢提出了强烈抗议，美方呢还是不改正错误。中方认为呢，此举这个损害了一个中国原则，违背了美国与中国建交时的承诺，召回了当时呢这个驻美大使。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警告意味呢很强烈了，但是呢，立陶宛仍然是一意孤行，最终批准在当地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中国呢当然要做出进一步的反制，于是呢就决定把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这代办级呢是最低级别的外交关系，由外长派遣。那么接下来呢就会是断交了。中国这样做呢，既是强力的反击立陶宛，同时呢也是打击岛内的民进党当局，是双打。没有民进党台独势力的作祟，没有蔡英文当局挟洋谋独，也不会出现立陶宛与中国的外交纠葛。我个人认为呢，中国之所以仍然与立陶宛保持代办级外交关系，而没有采取最为严厉的断交措施，是给立陶宛呢改正错误的空间和机会。希望立陶宛这个悬崖勒马，立即改正错误，不要呢再为台独站台了。立陶宛国家小，这个容易受到美西方一些反华势力的影响，这个立场容易动摇。即便呢中国把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中国呢仍然是充满了最大的耐心和善意，希望立陶宛回头是岸，不要一路走到黑，走到断交的危险之中。1981年呢，这个荷兰政府批准荷兰公司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呢立即召回大使，进而呢把中荷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后来呢，荷兰知错就改，那么在1984年呢，两国恢复大使级的关系。现在这个立陶宛呢得好好反思了，怎样呢才能不触碰中国的红线，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您说中国降低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层级是双打，同样在打击台独势力，能不能再深入的谈一谈？立陶宛允许当地开设所谓台湾代表处，是民进党当局运作的结果。而台当局这样做呢，设法在其他国家以台湾名义设立机构，是挟洋谋独，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的伎俩，试图呢在国际线上聚集台独支持力量，寻找法理台独的出口。那么中国呢，从8月份召回大使以后，立陶宛没有收手，这个在台湾问题上呢，继续公开的挑战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红线，破坏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民进党当局呢也没闲着，派出什么经贸代表团到立陶宛等地游说忽悠，最终呢是立陶宛批准在本国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揭牌运营。现在呢，中国用严厉措施打击立陶宛，一方面呢是警告立陶宛在涉台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能拿台湾问题做文章，这个红线呢是不能够逾越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打击台独势力，不要以为这国际线就能够走得通，你敢玩小动作，我就有大招呢来反击，让愿意配合台独的国家和地区自讨苦吃，不敢再胡来。这呢就是双打，打击立陶宛，也打击台独势力。其实中国采取断然的外交措施还有其他指向，起码呢还有另外2个指向。一呢是对一些欧洲国家的反华势力是一种震慑，像捷克等，那么在台湾问题上经常摇摆，不能够坚定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对立陶宛予以有力的制裁，等于呢给其他极少数
在涉台问题上有摇摆的国家呢做一个示范，让他们知道呀，支持台独势力的后果是什么。同样呢，对立陶宛的打击也是对这个西方大国的警告。立陶宛呀，敢于以小博大，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是因为呢背后有欧美一些大国支持，与美国发动的意识形态分化呢有关联。中国和立陶宛的关系的变化是地缘政治变化的一个切面。中国呢，通过对立陶宛的强力反击，传导给西方大国这样一个信号。那么在台湾、香港、西藏、新疆问题上，因为呢涉及到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些领域呢是碰不得的。谁敢碰，谁就有麻烦。无论大国小国都一样，不能碰，碰不得。就是说呢，惩处立陶宛也有警告其他一些国家不要错判形势，步立陶宛后尘的意味。同时呢，也是对美西方大国的一次表态。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自1991年建立对华关系以来，中国和东盟聚焦共同发展，推进合作共赢，如今已成为最成功、最具活力的地区合作样板。中国东盟建立对华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将于周一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纪念峰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习近平主席将亲自出席，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回顾过去30年双方关系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有益经验，并为未来的发展前景作出规划，指明方向。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六在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这次峰会必将推动中国东盟关系进一步提质升级，朝着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也必将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毅还提到，当前在国际格局演变的大背景下，亚太地区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潮流和趋势。一种是聚焦互利合作，共谋发展振兴，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一种是制造隔阂分裂，挑动冲突对抗，搞军事政治集团小圈子。显而易见，第一种潮流符合本地区的共同愿望和各国共同利益，而后一种则将严重损害亚太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繁荣局面，理应受到最坚决的集体抵制。王毅说，亚太地区，尤其是最富活力的东亚地区，已经有了成熟的区域合作框架，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以东盟伙伴关系为主要载体的地区合作平台。其中，中国和东盟的对话伙伴关系始终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骆永坤看来，峰会召开前，王毅国务委员特别谈及中国与东盟关系，传递出中国对继续加强与东盟周边外交关系的高度重视。有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外交的引领，未来中国东盟在我们之间相互关心的一些战略问题上，包括这个经济合作、科技合作、医疗卫生、抗疫合作等方面，我们应该会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这个就是这个元首外交引领整个周边外交的这种很显著的一个意义。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体现在方方面面。政治上，中国于2003年作为东盟对话伙伴，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数年来，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地区事务上，双方协调与配合进一步加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对话合作机制。经济上，中国自2009年起，已连续12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6846亿美元，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合作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由东盟2012年发起、历时8年后签署的协定，包含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10国在内的15个国家，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达成。本月初 ，RCEP 保管机构东盟秘书处发布通知，宣布达到协定生效门槛。根据协定规定 ，RCEP 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生效。RCEP 生效后，将推动区域内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强化成员间生产分工合作，拉动区域内消费市场扩容升级，实现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月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时，就深化双方合作提出6点建议，其中第4条正是协力推进区域自由贸易。
他也特别提到，愿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后续谈判联合可行性研究，倡议探讨开展中国东盟多国多元合作。中方已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希望得到东盟国家支持。周一，李克强出席第4次 RCEP 领导人会议时再次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下 ，RCEP 经过8年谈判得以签署，让人们在阴霾中看到光明和希望，表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是大道正道，向世界表明开放合作是实现各国互利共赢的必由之路。中国东盟的合作以及东盟的中心地位，对这个 RCEP 从谈判到生效的整个过程中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 RCEP 生效之后，我们发现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使地区15个国家之间相互这种有了更多的这种优惠。未来在这个后疫情时代，那么亚太经济可能要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骆永坤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十分多元，不仅有 RCEP， 还包括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在10+1、10+3框架下的协作。此外，未来也可能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通过不同的自贸机制，双方的合作在不同层面得以深化。值得注意的是，在 CPTPP 11个成员国中，4个是东盟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而今年9月，中国正式提交加入 CPTPP 的申请后，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感到特别鼓舞。新加坡方面也多次表示欢迎中国有兴趣加入该协定。周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从经济角度看，中国进入 CPTPP 存在合理性。但从程序角度看，这个决定需要由 CPTPP 所有成员一致做出。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管尧认为，李显龙的表态是有相当余地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即现有成员不会降低谈判报价。骆永坤认为，对于中国和东盟国家而言，不管是 RCEP 这样的大多边，还是 CPTPP 这种小多边层面的合作，目的都是加强沟通协调，促进区域共同发展。CPTPP 里面的4个成员国，以及 RCEP 的里面包含的东盟的所有成员国，现在跟中国通过这种经济合作的加强呢，那么具体的讲到比如说这个原材料啊、原产地这些东西，他们是得到了优惠了，同时他们对中国的这种经济依赖是在持续上升的。所以说，通过这种经济依赖的这种加强呢，进一步会加强这个中国跟东盟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对双边这种关系，尤其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总共只有24架 F-35B 隐形战机的英国，其中1架日前坠海，这也是几个月来英军该机种酿成的第2起事故。伊丽莎白号航母战斗群战力备受质疑，为何有分析认为，约翰逊政府一味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才是坠机事故的罪魁祸首？尚未形成战力的伊丽莎白号航母战斗群刚刚完成超长待机的全球巡航，期间还穿行南海秀肌肉。返航途中的坠机意外是不是过度疲劳造成？曹卫东、吴畏在线分析。英国国防部周三证实，一架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起飞的 F-35B 战斗机在地中海坠毁，飞行员被迫跳伞逃生，已经获救。这是英军第1架坠毁的 F-35B 战机。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前不久到南海及所谓印太海域执行巡航任务，周期长达7个多月，期间状况不断，还曾爆发新冠疫情。有英媒指出，英军官兵太疲惫了，才最终酿成了这宗事故。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表示，当时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刚穿越苏伊士海峡，事故发生在战机起飞后不久，弹射的飞行员已经被直升机救起，受了轻伤。目前，英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飞机残骸，以免飞机落入敌对国家手中。1974年，一架美军坠海的 F-14A 熊猫战机就发生过被美苏两国的打捞设备拔河式拖拽的事件。英国媒体报道称，由于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有常态化巡逻，英国皇家海军已经紧急求助美国。目前，英美海军联合潜水小分队已经在战机坠落海域紧张作业。由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采取双舰岛设计，甲板面积有限，因此砍掉了蒸汽弹射器及拦阻索，所以可短距离滑跃起飞以及垂直降落的 F-35B 成为英方首选的舰载机型。
英国一共订购了138架，目前收到了其中24架。不过 F-35B 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的服役并不顺利，去年就曾发生迫降事故，飞机机体受损。今年5月底刚出港执行亚太巡航任务不久，再次发生迫降事件，落到了西班牙的伊维萨岛。此外，还有头盔失灵等故障发生。《泰晤士报》曾披露一份据称来自美方的文件，文件指出，英军接收的 F-35B 存在机身过重的问题，无法保证其主要设计功能及垂直起降的安全性。为了挽回信心，目前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采用了混搭的方式来部署舰载机。该航母目前的18架 F-35B 分别是10架来自英国皇家空军617中队和8架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211中队，相比此次出事的英军飞行员、美军飞行员驾驶 F-35B 战斗机上舰部署的经验要更为丰富。目前，英国皇家海军对摔机事故公布的信息非常少。有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事故原因可循装备、人员训练和环境3方面寻找。有飞机设计师早就警告 ，F-35B 这款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飞机设计比较复杂，特别是在起降阶段，需要从发动机引出动力，驱动升力风扇，还要考虑起降期间复杂的推力转向和气流影响。其进气、排气系统比常规飞机都复杂。这种复杂的设计，除了导致战斗机本身故障率高以外，也给驾驶增添了很大难度。人为因素也不可忽视。英军使用 F-35B 的时间很短，首次上舰是在2019年10月。此外 ，F-35B 如果在海上进行低空、超低空训练，也不能排除撞鸟的风险。是短距起飞啊，一个滑跃甲板起飞。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它的这个升力不够啊，就是速度不够的话，它很有可能就要栽到这个海里去。所以我认为呢，这次很有可能就是它的飞机是由于就是发动机发生了这个故障，所以呢，飞行员不得不跳伞了，这个飞机呢就摔掉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是约翰逊打造全球化英国的国之重器。在他刚刚结束的为期7个月的全球航行中，穿越地中海、印度洋前往太平洋，总航程4.8万公里，还穿行南海，期间停靠日本横须贺港。有分析就指出，英国海军让一艘尚未形成战力的航母打击群执行如此高强度的任务，有让官兵过度疲劳的嫌疑。英国的本意是在脱欧后展现走向全球的雄心，但不料航母进水、战斗群护航舰艇因故障脱离等各种大小事故，反而让英国皇家海军丢了面子。这次 F-35B 坠海更是进一步打击了英国人的航母自信。期间更曾爆发新冠疫情，也曾在进入黑海时，航母群舰只遭遇俄战机近距离进逼模拟投弹的惊吓。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给英国政府提了个醒，盲目跟随美国的印太战略节奏，对英国来说是不切实际的。美国要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那你这个装备本来是装在航空母舰上使用的，本来是给盟国使用的，那你现在这么一摔的话，可能就要影响它在实际作战或者实际军事行动中的运用。那么这可能会给它的这个整个的就是这种威慑或者整个的军事行动带来不利的影响。实际上，美国海军自身也因白宫的政策多变而陷入疲劳。几年前的连续多宗大型撞船事故，让一大批海军官员丢了乌纱帽。10月初，美国海军一艘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在南海撞上不明物体，让外界再度担忧美军又到了疲劳的临界点。更令外界瞠目结舌的是，美军对这宗存在核泄漏风险的事故极不透明态度。直到近1个月后，美国海军才扭扭捏捏称是撞山，3名指挥官成为替罪羊。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周四发文称，康涅狄格号已经使用自身动力离开关岛，返回位于华盛顿州布雷默顿基地。这也是海狼级潜艇驻地，因为关岛没有可供维修使用的干船坞。报道指出，该艇的压载舱已经损坏。但就在周3，美海军潜艇部队和太平洋潜艇部队指挥官发布命令，让美国潜艇部队暂停航行。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发言人马卡帕加尔解释称，潜艇部队暂停航行并不意味着整个潜艇部队都停止行动。潜艇部队的官兵将复查导航规划、作战、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流程，同时吸取康涅狄格号核潜艇事故的教训。不过，马卡帕加尔没有说明暂停航行将持续多长时间。有分析指，近年来美国干预亚太地区安全的胃口越来越大。除了美日印澳4国机制外，拜登政府还拉拢英国和澳大利亚2个盎格鲁撒克逊血亲国家组建 AUKUS。
而为了这种霸权思维，也需要美军不断加强亚太的军事部署，要不断秀肌肉。而维持这种高频次的部署，势必会凸显出更多的问题。美国呢，根据这个事故呢来进行检讨，因为还带出了一个制造上的问题。因为有一个工程师说，这个潜艇在制造的过程中，钢材是不合格的，但是它违心的或者迫于压力是签了字的。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装备质量上的整顿和人员技术上的整顿。那你这个军事威慑或者军事演习，可能叫这个推迟，或者是缩小规模，或者是呢这个暂时的停止。那这导致它的这种军事战略，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行动呢要延迟。当然，你就没法到别人家门口去威胁别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搭载的一架 F-35B 隐身战机日前在地中海坠毁，飞行员跳伞获救。那么您对这起航母舰载机事故如何看？是的，美西，世界各国军队的飞行单位都有这么一句话：年头出事，1年白干；年尾出事，白干1年。英军在圣诞节前夕摔了一架崭新的 F-35B， 确实有点白干1年的沮丧。尤其还是在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首次国际巡航任务的返航途中出这么个事儿，编队指挥员的任务报告怕是没法好好写了。所幸飞行员成功跳伞，被搜救直升机及时捞上来了。人没事儿意味着事故原因调查起来，相比这个人机俱损的1等飞行事故难度要低一些。英国国防部目前的说法是，事故调查已经开始，当下尚不适合做进一步的置评。在飞机的黑匣子捞起来之前，飞行员的证词成了首要关键。另一个关键就是地勤人员拿出的战机维护记录。这架飞机此前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否出现过一些故障，症候是否复现等等。但不管怎样，内行人士会倾向于认为是发动机的问题。世界各国海军的主力舰载机一般都是双发机，一旦有一个引擎出现故障，还能凭借另一个提供动力寻找备降场。但是 F-35系列是单发机，而垂直起降的 F-35B 又恰好是动力结构最复杂的子型号。这款飞机在海上飞行，一旦出现故障，可供飞行员回旋的余地就很小了。飞行事故一般来说就2个问题：人的问题，或者是飞机的问题。考虑到 F-35B 战机对英国来说属于新装备，人机磨合尚处于早期阶段，因此摔飞机并不令人意外。这倒是给皇家海军的复兴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家应该还记得，伊丽莎白女王号今年5月从英国本土出发之前，伊丽莎白2世女王亲自登舰视察，这是她失去夫君之后的首场公开政务活动，足见航母远航在英国被寄予了怎样一种期待。这个老牌帝国急于向世界展现它重返大洋的决心，却以新锐战机坠海作为远航的结尾，确实令人唏嘘。荒废的武功想要重新捡起来，绝非朝夕之事。美国海军潜艇部队也下达所谓停航指令，似乎与上月发生的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南海撞山事故有关。您对此如何看呢？停航令对美国海军战力有什么样的实质影响？潜艇部队的停航指令与飞行部队的停飞指令是不一样的。飞行部队的停飞指令是指某型战机发生机毁人亡的1等事故后装备同等型号的飞机的全军相关单位都必须停止飞行，等待事故调查给出一个确切结论。如果是人的问题，就要调整操作手册或者是保养规程，进行心理治疗介入。如果是飞机的问题，厂商就要介入，给出补救的措施。比如说前些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摔了一架崭新的 F-35隐身战机，那么所有兄弟单位都得在地面上进行相关的检讨与检查，防止摔飞机像病毒一样传播。但潜艇部队的停航指令则不太一样，因为美军的核潜艇需要执行常态化的战略值班任务，已经派出去的执行潜伏任务的潜艇不太可能立马召回。所谓停航，大多针对在港内尚未执行的单位。对这些潜艇而言，当下要做的是对潜艇各项指标进行详细复查，对艇员的技战术水平进行重新考核，对艇员的纪律操守进行重新审视。这就必须从前不久令美国惊出一身冷汗的康涅狄格号撞山事件讲起了。前不久，美国海军给出了一个不那么透明的
调查结果。他说，这艘美军最强核潜艇啊，在南海撞上了未知海底山脉。这艘潜艇最核心的3架马车，艇长、副长、军士长均被解除职务，理由是上级指挥官对他们已经失去信心。只要做出正确判断与决策，做好对应的风险管理，撞山事故本可以避免。这也就引出了美国潜艇部队当下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军纪涣散。考虑到前些年接二连三的撞船事件已经让美国总统队驱逐舰部队大为光火，大家很自然会问，这会不会是美国海军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呢？事实上，这也不是美军一家的问题，铁杆盟友英国皇家海军表现的也不咋地嘛。同样承担战略值班任务的核潜艇部队这几年也爆出过不少丑闻，比如说在艇上酗酒、抽大麻，在这个港内待命的时候，水兵偷跑出去嫖妓等等。BBC 呢，甚至还拍了一部电视剧影射无能的核潜艇部队，大骂道：纳税人怎么能够放心将战略核反击的大国重器交给这样一群恶棍呢？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自拜登上任以来，他的健康问题就频繁被诟病。毕竟，这位美国史上最年长总统经常在公众场合出现打瞌睡、下跪、摔跤等问题。为打消外界疑虑、重振民调，拜登时隔2年再次做了个全面体检，并无大碍，仅切除了结肠息肉。白宫医生官宣，拜登比同龄美国男性更健康、精力充沛，能够成功地履行美国总统职责。This is one of those catch-your-breath moments where everyone watching saw the president lose his footing a couple of times going up the stairs there. I can't think of anyone better to lead this operation than Deanne Criswell. This conferen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etings in history. You have the chance to make decisions. 这是刚满79岁的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频繁出现的一系列意外状况，其身体和精神健康遭到各方质疑。为扭转舆论的不利形势，拜登于周五在华盛顿郊外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了其上任后的首次全面体检。几个小时后，白宫发布了6页的体检报告。主导体检的白宫医生凯文·奥康纳称，拜登总体健康，也没有老年人常有的3高，但有一些小毛病，包括走路时比1年前明显更僵硬、更不流畅，并且在演讲时出现了更明显的咳嗽和清喉咙的倾向。奥康纳说，导致咳嗽频繁的罪魁祸首是胃食管反流或胃酸反流，而步态僵硬与中风、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氏症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无关，而是由于拜登脊柱的年龄相关变化造成。在此次长达5小时的全面体检过程中，拜登还接受了结肠镜检查，被发现有一个3毫米的良性息肉，当场切除之后，病理学家预计将在下周完成对该息肉的评估。而引发美媒广泛关注的是，由于结肠镜检查需要进行麻醉，拜登有85分钟的昏迷状态。根据美国宪法，拜登被要求把权力暂时移交给副总统哈里斯。For 85 minutes,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became the first female acting president in U.S. history.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哈里斯之外，因总统接受体检被麻醉而临时交权给副总统的情况，历史上仅有2次。小布什在2002年和2007年接受例行结肠镜检查时，将权力移交给了时任副总统切尼。而曾经当过特朗普时期白宫发言人的格里沙姆10月份出版的新书爆料称，特朗普在2019年的一次体检期间也接受了结肠镜检查，但强忍疼痛不打麻药，就是因为非常不愿意把总统权力暂时移交给彭斯，害怕他篡权。格里沙姆还披露，特朗普之所以对那次体检遮遮掩掩，不向媒体大方公开，就是因为要做结肠镜检查，让他感到很丢脸。纽约时报注意到，拜登此次体检也没有事先列入他的公开日程，选择此时进行突击检查，可能是迫于保守派对其健康状况的猛烈抨击。而针对这份看似详尽的体检报告， CNN 医疗领域首席记者古普塔就指出，体检被用来支持总统希望展示的关于其健康状况的任何形象，而提供的细节在很大程度上与总统的年龄和健康有关。至于总统应该公布哪些健康信息，选择披露哪些细节，并没有一个固定模板，完全取决于个人。因此，拜登的体检报告也只是避重就轻的提及。
而外界对拜登主要诟病的是他精神敏锐度有问题，怀疑可能患有老年痴呆。上任之后，拜登在电视采访和演讲中频繁犯错，连他本人都用“失态机器”一词来自嘲。拜登的老对手特朗普则一直操弄舆论，要求拜登接受认知测试。In 2018, the former president had a test that measured mental acuity. Was that part of today's test? It doesn't seem like it. I read pretty carefully through the doctor's report, and they mentioned neurological exam, but that was more in terms of testing motor strength and sensation and things lik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d something known as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It's sort of a screening test for dementia. Cognitive screening test B starting at age 65. There should be some sort of screening that's done. But as far as we know, for President Biden, we didn't see any kind of test like that performed. 曾担任特朗普私人医生的共和党人杰克逊7月份接受采访时就说，他相信拜登会因为认知能力有限而辞职。杰克逊认为，如果拜登进行认知测试，可能会表现不佳，并重申了共和党人中流传的关于总统健康状况正在恶化的说法。对此，奥巴马第一时间出来救场，在给杰克逊的邮件中指责他攻击拜登就等于是背叛政府。但仅仅1个月后，美国国会山庄报发布的一段影片就显示，拜登当天搭乘直升机返回白宫后，即便有特勤局工作人员为他指路，他仍然走错路，穿越树丛后才得以进入白宫。这段影片再度引爆美国舆论，1天内就获得上百万次播放量。共和党人继续带节奏说，拜登已出现认知能力问题等失智症前兆。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对79岁拜登能否在2024年再次参与大选，以及共和党是否将重新掌权充满担忧。对此，拜登及其核心圈子成员向盟友保证，拜登计划参加2024年的连任竞选。不过，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最新发布的民调，超过半数的美国选民对拜登目前身心健康的状态产生质疑，并认为他的状态不足以支撑他履行其总统职务。他们希望拜登在本届任期结束后选择离任，而不是竞选连任。